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焦虑究竟来自哪里？有人说是来自不确定性，比如对孩子的学业、对自己的事业、对死亡的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又来自哪里呢？有人说来自变化。那假如你明白变化之中其实有不变的本质规律，甚至这种规律被你掌握了，你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本质的规律存在呢？我们的心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要怎样才能清清明明呢？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大概意思呢是说虚到极致，静到定笃，万物蓬勃兴起和生长。我关照背后那循环往复的道理。而要做到致虚极，就要做到守静笃。静是心灵本身的安宁平静。那心为什么不能安宁平静呢？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心往往是随着眼耳鼻舌身意的引导而追逐于外物，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时时对外物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分别评判，总是处在纷杂的动之中的。笃与静相对，意思呢是指专一而不掺杂任何念头思虑而达到的静的极致状态。荀子也说过：“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简而言之，虚就是不带任何成见和预判，无杂念，无妄想，无思虑，空明纯粹的一种心境，这样才能关照万物。就好像我们不能用湍急的河水当镜子来照自己，但是却可以在平静的湖面照自己。这也就是说，只有内心平静安定，才能更好地反观自身，认识自己。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就是心无所住。大家细品一下，心无所住这4个字，简单理解就是心里没有任何东西住在里面，所对应的就是老子一直强调的虚。如此才能在万物并作的变化之中看见循环往复的规律，也就是老子认为这个世界的变化的规律像一个环，是周而复始的，如日月和昼夜的运行，春夏秋冬的轮替，生命的生生不息，朝代的更迭等等。这还是从小的尺度来讲，大的尺度包括整个人类、地球、宇宙都是这样的变化规律。这也是佛家讲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这样一直循环。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生3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用歌曲再回手里的话，就是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你突然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原来最好的东西不在外面，而在离你最近的地方，比如你的家人，比如你的心。但是没有经过这个向外追逐的过程呢，又是很难真正领悟的，顶多只是人云亦云，导致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明白和亲自体验是两码事。为什么我经常要和大家强调世上练，就是这个原因。好，老子在后面呢接着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是谓复命。意思呢是说，万物纷纷芸芸，各自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叫做静，静叫做回归本源，也就是万物的发展是由静开始的，然后走向并作，也就是动，接着又回归静，就好像回去复命一样，相当于从无到有，最后回归无。可是无之后并不是没有了，而是回到了来时的地方。那什么叫命呢？命指的就是道，复命就是又回到了万物的本源。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行与这个道相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得道开悟，或者说真我之境。在这里呢，
老子给了我们2个治虚守静的方法，只是虚和静要达到极堵的程度，需要停止掉一切的感官调度，包括你脑海里的杂念。举个例子，我们的脑海其实一直像在放电影一样，修行就是把脑海中的电影停下来，然后你就能看到放映电影的那块幕布。那块幕布是所有影像得以呈现的本体，在佛家那里就叫真如实相，不然你始终看到的都是幕布上电影的流变画面，这样你的心能不被牵着走吗？只有看见幕布才是真相，你才能将电影放得更好，因为你懂原理了，你不再对电影的剧情那么执着，那么入戏了，你也才明白原来自己的人生剧情是可以自己安排的。佛家说，一切烦恼的根都源自无明，无明是指对真理、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无知，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障碍。比如不知无我，不知因果，不知无常，从而产生我执等等痛苦。简单来说就是站错地方了，认小我为我，认头脑中的念头为我，你站在了一个时刻变化的不稳的东西上面，你说能不危险吗？无为中的为呢，说的也是这种不知常的无明之为，简称妄为，因名利而动，因过度欲望而动，这都是一种妄为，因为你此时站在的是不断变化的东西上面，而不是站在自己的心上，如此当然就会焦虑，尤其是在当下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满足感已经只能依靠各种电子设备才能找到那么一点点，内心呢终日被例如视频和游戏勾着走，早就被掏空了，这是被外物刺激所导致的空虚，而不是道的虚空。只不过我们活在虚假之中，无法体悟到那个一直存在着的恒常。那个恒常的东西不但主宰着宇宙万物，还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当然它本身没有主宰的意志，在这里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它是在虚极守静的定境中才能被关照到的。我们原本是站在那个定境上的，至少离得不远，大概就是记事之前的那个你，这个时候的你才是最接近你内在本质的自己。但是在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浸染之下，我的这个认同感就生长出来了，然后越长越大，后来这个我就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逐渐地开始把一些你内在的本质给代替，或者说给遮蔽掉了。于是呢，我们就站在了我的这个虚相之上，因为是虚相，所以充满了妄念和妄动。因为站的位置已经错了，所以才导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没办法使心达到空明和充实，反而像是饮鸩止渴，始终空虚又焦躁不安。于是我们不断用外界的刺激来填补那点空虚，以此获得某种存在感。如果被压制、被遗忘的那个本质，想要重新再回到主宰的位置，那就得突破这个来自后天的我的阻碍，重新的记起来在自己的内在那个最本质的部分。你要时刻记得自己曾经向高等的那个本源的状态敞开过，你要时刻记得自己在平时的生活情境当中是如何一次次的被卷入到无意识的，这是我们向内回归的一个大前提。然后呢，我们得开始练习，慢慢的让自己内在沉睡的那个更高等的本质，去越过现在我们一直认同着的这个自我，让它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呢直接做出反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我们的习惯、评判和感受来机械化的做出反应。你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接收外部信息的同时，让自己变得有意识，变得临在。否则呢，你就还是会以机械和被动的方式做出反应，然后呢，迷失在那个反应里，在反应的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一个我。其实这个我的认知和他的思考是根本不可能了解真相的。想要回归到本质，就得练习如何在每一个当下都让自己能觉察到这个我是如何代替自己做出反应的。你能觉察到有一个我正在代替着自己进行反应，这就是对唤醒你内在正在沉睡的那个真正自己的一种最强大的冲击。所以修行的核心就来了，不是我们不能有这样那样的自动化反应，不是我们不能陷入痛苦，不能造业，不能有情绪和烦恼，不能陷入执念和欲望。相反，我们得允许和接受它们的存在，因为这些内容恰恰就是我们修行的必备的条件。我们应该做的是主动并且勇敢地投入和参与进去，而不是总想着让这些反应怎么样停止。如果真的都停止了，那还怎么觉醒？想要觉醒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你首先要觉察到自己正在沉睡。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醒着，就不存在要觉醒这件事了。真正的修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切发生当中，时时刻刻都得记着还有另外一种超越了现在我正在认同的这个我，还有一个高于现在这个我的生命状态的存在。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你就是觉醒的，你就有了度一切苦厄的可能。所以心经才会讲无我。佛陀告诉你的无我，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后天在习气中形成的我，它是在虚假之中生出来的，所以它自然也是虚假的。这个我也是我们借假修真的内容。一旦你的思考当中有了这个我，那大概率呢，就是你又和低层面的内容起反应了，你就不太可能触及到事物运行的真相和规律了。你要是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以这个我作为主体活着，对它丝毫也不起任何的质疑，那你就永远也回不到那个本质，因为这个我永远都无法带着你进入到更高级的生命意识层面，它会支配着你一直在低层次的内容当中反应和纠缠，所以你永远也解脱不了，也永远度不了苦厄，你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什么时候你能先把这个我彻底的放下，把我想怎么样放下，只有你先放下了我，在这之后的修行才会变得有意义。你带着一个我去修行，那只会把自己推向一个更深的执着。而我们的修行之路呢，就是一条漫长的不断的空掉这个我的过程，不断的让这个我退下去，然后向内在更高等的力量臣服的过程。只有当这个我从我们的外在生活当中回撤，这样我们才能向内在的本心敞开和臣服，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属于一种更高级的秩序。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和虚空，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